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将要开始来为大家介绍简单的 Arduino 的程式设计。首先，大家可以在画面上看到的是这个 Arduino 程式的一个架构。你会看到它会有2个部分来完成。第一个部分是 Setup 的部分，接下来的部分呢是 Loop 的部分。那 Setup 代表的就是你必须要对 Arduino 的这个环境做基本的一个设定。那在 Loop 的这个部分呢，则是让你可以在不停的回圈的执行的情况之下，可以在同步的在硬体上执行这些工作。好，那简单的看完 architecture 之后，我们来看看 Arduino 到底可以吃哪些不同的变数呢？首先，我们来看到变数是什么？变数其实就是硬体里面的记忆体跟程式里面的资料产生的连结关系。而在 Arduino 里面所支援的资料形态，变数资料形态包含了有 int。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integer 整数。那这个 integer 整数的部分呢，它主要是由2个 byte， 也就是16个 bit 来共同组成。那我们举一个例子，以16个 bit 来说，2的16次方就是65536这样的数字，而它以正负号各切一半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32768到正的32767。的值的范围里面，那么就可以用一个 integer 来表示。这边是一个范例，譬如说在 Arduino 里面，你要利用 integer 来宣告的话，你可以这么写，你可以写 integer a 等于32767，或者是 integer b 等于-10。第二个我们要介绍的资料形态是 short 短整数。或称之为 short integer。那在 Arduino 里面，它的短整数同样的也是用2个 byte， 也就是16个 bit 来共同组成。所以在 Arduino 里面，事实上 short integer 短整数跟 integer 本身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一样的，2的16次方是65536。所以它可以表示的值的范围就是-32768到32767。那短整数的使用方法也如同画面上所示，你可以简单的写 short a 等于32767，就可以完成这个变数的宣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延伸应用是 unsigned integer， 那也就是非符号的整数。那在这个 unsigned integer 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由于它的 unsigned integer 也是用 integer 的形态，所以它用到的也是2个 byte 16个 bit 来组成这样子的一个变数。同样的，我们知道，由于它这一次的范围是表示的都是一个非符号整数，所以它可以表示的范围就从正的0开始到正的65535的范围之内。这边是一个范例，那我们可以在使用 unsigned integer 的时候，就写 unsigned int a 等于65535，然后呢就可以成功的来宣告这样的一个变数。接下来我们看的资料形态是 word， 一个字符。那一个 word 呢，其实也是2个 byte 16个 bit 来共同组成的。事实上 ，Word 在 Arduino 里面就等同于了 unsigned integer。所以，同样的，大家如果还印象没有淡忘的话 ，unsigned integer 可以表示的范围是0到65535，所以同样的 Word 也是同样的值域范围。所以这边你要宣告一个 Word 的变数 a 的话，你就可以这么写 ：Word a 等于65535。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另外一个类型 long 长整数，或称之为 long integer。long integer 跟短整数或者是跟整数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由4个 byte， 也就是32个位元来组成的。所以你看到 long 可表示的范围非常的大，
它是-214-748-3648到正的214-748-3647这么大的范围。所以在我们使用 long 的这样子一个变数形态来宣告的时候，你就可以这么写 ：long A 等于65536，或者是 long B 等于-32769。当然 ，long 也有 unsigned 的形态，也就是它是非符号的长整数，或者称之为 unsigned long integer。那 unsigned long integer 一样是从4个 byte、32个 bit 来组成。所以它的范围就非常的广泛，范围就是0到2的32次方减1这么大的一个值域范围里面。同样的，如果你想使用一个unsigned long 的话，你可以这么写，你写成 unsigned long 等于 unsigned long A 等于429-496-7295。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资料形态 float 浮点数，或称之为大家比较熟悉的 floating point。而一个 floating point 它是由4个 byte， 也就是32个 bit 来组成的。那在这个32个 bit 里面呢，它有6到7个是一个小数点位数的精准度。譬如说，你可以这么写 ：float B 等于3.14。而接下来这种是 double 双倍精准度的浮点数。double 呢是由4个 byte 组成，也是32个 bit。那在 Arduino 里面呢，它跟 float 双倍精准度跟单倍精准度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它可以表示到的精准度呢，就是小数点下的6到7位。你可以这么来应用这个 double B 等于3.1415926。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character 或者认为 char 字元这样子的资料形态。那 char 这个资料形态呢，它是1个 byte， 也就是8个 bit。然后来组成的。譬如说 char A 等于字写符号单引号的 A， 或者是写 char B 等于65。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string 字串这个资料形态。那字串呢，这个资料形态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 multiple 的一个 characters， 就是多重字元的意思。那它是属于一种类型，这样的类型呢，你就可以这样写，譬如说 string A 等于双引号的 hello， 或者是写 string B 等于 string， 然后呢括号起来双引号的 the word， 或者是 string C 等于 string 括号起来的 A 加 B。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布林的形态。好，或称之为布偶。而每一个布林的形态呢，它也只占了1个位元，也就是8个 bit。每个布林形态只占了1个位元组，1个 byte， 也就是8个位元来组成。布偶的形态里面呢，它只区分为 true 真实或者是 false 虚假2种状态。那你可以这么用。布偶 flag 等于 true， 或者是布偶 condition 等于 false。最后一种资料形态是 void， 无型别。而无型别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呢，只用于函式的宣告的时候。譬如说，类似像这样 void function， 然后呢大括号对。而这边的 void 就是代表是我现在的函数要宣告成无型别的形态。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array。array 呢，其实是一种资料结构。那 array 这种资料结构的使用方法很自然，就很像是这样子
int A3 中括号3等于大括号123，就代表我要宣告一个整数的一个阵列，那它拥有3个元素，分别是1、2、3的3个数值。第二个 chart B， 然后呢中括号6，然后呢等于双引号的 hello， 也就是说我要宣告一个字元的一个阵列 B， 然后呢这个 B 里面有6个元素，然后分别填上的是 hello HELLO， 可能还有包含了字串结束符号。那最后一个是 float C 中括号，那也就是在我宣告这样的一个浮点数的阵列的时候，我并不宣告它的 size， 而它的 size 是由后面的这个大括号里面的元素的个数所决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写了 3.1 跟 6.2， 它就有2个元素，所以前面我的 C 的这个样子的一个浮点数阵列，它的 size 就是2。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 Arduino 里面支援哪些操作。第一种是 assignment operator， 那么这个也称之为叫指派的这个操作员。例如说，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子 ，int A 跟 B， 然后分号，也就是说我先宣告2个 A 跟 B 的这样子的变数，然后呢 A 等于5分号 ，B 等于 A 分号。意思就是我把5的值写进 A 里面去，然后 A 就变成5了。然后呢 ，A 呢又再把 A 里面的值写进到 B 里面去，所以由5就才传递到 B 里面去了。第二种运算符呢是 logical 逻辑运算符，常见的有 and 2个 and 符号，或者是2个 bar 的符号的 or， 或者是1个惊叹号的 not。那这个逻辑运算符什么时候会使用呢？逻辑运算符的使用时机呢，其实就是去组合它们的这个值的这个真伪的结果。譬如说，我们举个范例在画面上 ，A 等于 true， 然后呢 B 等于 false， 也就是我现在让 A assign 成 true 的值 ，B assign 成 false 的值。那接下来我有一个 C 的这样子的变数，让它是等于 A 跟 B 的 and 的组合。所以那这样的话 ，true 跟 false 的 and 起来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 false 的状态。所以 C 里面存放的就会是一个 false 的值。接下来这种arithmetic operator 叫做算术符号元。算术符号元就是大家所常见的加减乘除还有除余的这样子的一个符号运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范例可以复杂到，你可以让 A 等于 B 加 C 括号起来之后乘上 D 除上1再括号起来，然后呢对 F 去取余数的这样子的一个运算。还有一种是 relational 的 operator， 叫做关系运算元，这里包含了等价评估、等价运算、非等价运算、大于小于运算以及大于等于小于等于运算。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运算元呢，其实经常的会出现在条件式的判断里面。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评估 A 跟 B 现在里面的内容值是不是相等，或者是 C 有没有大于 D 的状态，或者是 E 有没有小于等于 F 的状态。好，在介绍完了各种运算符之后，我们再来看 serial 这个叙述。在我们刚才前面讲过，在 Arduino 的这个程式的结构里面的2块，第一块在 setup 就是在硬体的设定部分，第二部分叫做 loop， 它其实是回圈执行的部分，里面都可能可以呼叫到 serial。serial 其实就是一个序列传输的意思。以这个画面上这个例子来说，在 setup 里面，我们就呼叫了 serial.begin 9600，意思代表是我等一下是要以包瑞9600的一个传输频率来传送这个序列符。那接下来在 loop 里面，我们写了一个 serial.print， 然后双引号的 hello world， 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把 hello world 这个字串透过序列符，然后把它列印在序列监视器上面。接下来的我们是看一个回圈执行 for loop。for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资料结构。那在 Arduino 的这个程式设计里面，必定是少不了这样子回圈叙述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下面这个例子里面，你会看到是我写了一个 for 回圈，这个 for 回圈从 int i 等于1 ，i 小于10 ，i 加加，然后里面做什么事情？
里面的那个大括号对里面的运算呢，就是 serial 点 print， 然后 i 把 i 的值透过序列符然后列印出来。而这边的 for 回圈呢，就在描述就是我的初始值 i 从1开始，然后到i 小于10的情况之下，也就是每次做 i 加1的动作，所以它的计数方式会是1、2、3、4、5、6、7、8、9，然后一直到加到10之后，那么它并没有办法符合这个 for 的这个条件的叙述，它就会跳出这个 for 回圈，所以它总共会列印出10次的这个 i 的值出来，所以你可以预期这段的程式码在画面上就会跳出0、1、2、3、4、5、6、7、8、9。好，接下来我们看的是 if and else 的一个条件叙述的判断。if and else 这种条件叙述判断也是在 Arduino 的 programming 里面非常常见的。像譬如说我们画面上这个例子来说的话，那么其实它的 if else 其实就出现在画面的中间的部分，就是判断现在我刚才所抓到的在 for 回圈里面所给定出来的这个回圈值，回圈的索引值 i， 那么它是奇数还是偶数？我们知道这边呼叫了一个 i 对2取余数是1，代表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取到的是奇数。同样的 else 这部分则是它的剩余条件，也就是说不属于奇数的部分的时候，它就属于剩下的条件，所以我们就知道不属于奇数的剩下就是偶数的部分。所以同样的 for 回圈一样的去执行了 i 等于1到 i 等于9的状态，就是1、2、3、4、5、6、7、8、9。在1、3、5、7、9的部分，它就会成功的可以进入到这个 if 的条件判断，判断出它是奇数，所以在画面上它会显示的是奇数 odd number。同样的，在2、4、6、8这4次的回圈里面，那么它同样是没有办法通过奇数的检验，它就会跑到这个偶数的部分来，所以呢，它就会在画面上列印出来是偶数。所以这段范例程式码在序列显示器上面看到了，它列印出5次的 odd number 跟4次的 even number。好，在看完了这些简单的一个 Arduino 的程式的基本结构之后，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各位同学来跟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实际演练啦。